去。啊，好，是。命运之神在敲打门窗了。他在敲门。他理直气壮，旁若无人。那就把门窗都打开吧。不能打开。你不知道他是一副什么面孔，不知道他给你带来的是幸运，还是灾难。他令你充满了恐惧。该面对的，总会要面对。您说呢，杜将军？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是从来不恐惧命运之神啊？不，我们尊重他，我们是唯物主义者。丁参谋，我们整编第83师明天早上就可以全部展开。你们国防部的作战谕令怎么到现在还没下达呀？委员长打算把前线的将领都召集回南京，再开会讨论一次。还讨论什么？趁着共产党还没准备好，马上动手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这里面有2张唱片，《英雄交响曲》和《命运交响曲》，请收下，留作纪念。好，那就谢谢杜将军了。好，不客气。战争临近了，透过玻璃杯中的红葡萄酒，已经能够闻见战场上的血雨腥风。命运交响曲中传达出来的是和平幻想的破灭。1946年6月，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，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。魏佐，陈先生，你看我这身军装合不合身啊？谭恩伯在宁波找了一个老裁缝，听说当年他给袁世凯缝过龙袍，真是个活宝啊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。这个汤恩伯呀，心细得很。汤恩伯的确很心细啊。小事儿心细，大事儿未必。陈先生，你太多虑了。委员长，去花园照几张相吧。照相？
马歇尔将军送给委员长的新式照相机还没有派上用场呢。拍照？好，我就拍几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在全国进行全面剿匪。今天的日子一定要留在中国的历史上。主席，开饭了啊！早上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啊？好啊，辣椒啊！主席呀，哦，主席吃饭喽！啊，吃饭了，你吃过了吗？吃过喽。哎，你再陪我来吃一点嘛。啊，不喽。你放羊啊？啊，家里都好吗？都好。哦，好，再见，再见啊！主席啊，哎呦，老总啊，来，坐啊，怎么吃早饭呢？哎呀，一同吃一点嘛。我看吃什么呢？小李啊，哎，拿副碗筷来。好，简单的很啊。辣椒，你晓得我吃辣椒。朱老总，哎，主席啊，昨天晚上开会开到半夜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？嗨，蒋介石的430万大军呐，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啊，嗨，天崩地裂呀，吵得我睡都睡不着啊。中原部队，正在突围啊，晋绥、晋察冀部队正在抵抗各路敌军的进犯。东北战场，蒋介石志在必得。华东战场，敌我力量悬殊，特别是苏中的粟裕那里，他只有3万人，而面对的敌人呢，却是12万。苏中地区是我们整个解放区的东南前哨啊，迫近南京、上海各大城市，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啊。可是粟裕那里只有3万人呐，老总啊，形势非常严峻呐。哎，主席啊，你是不是很多年没见粟裕了？哎呀，这江西一别啊，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专门委托周子坤同志啊，到江西、浙江找过他。结果周子坤在皖南的时候啊，给我发了封电报，来，就4个字：粟裕还在。请看，这就是粟裕。民国16年，他曾参加南昌暴动，后来一直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手下，从一名战士到排长、连长、团长、师长。江西红军北窜之后，粟裕带领一支残余的小股部队进入浙西，造成了浙西严重赤化。全国开始抗战以后，粟裕一直在陈毅手下，他指挥过高桥、黄桥、高邮等重要战役。去年天目山地区的一系列战役，也是他一手炮制的。在共军那里，他算是一个常胜将军。丁俊煌啊，他打过败仗吗？当然，闽浙赣剿共后期，
江西红军组成红十军团，东线突围。当时粟裕是参谋长，在我国军强有力的围堵之下，红十军团大部分被歼灭。他们的首领方志敏被俘，寻淮州阵亡。但是粟裕逃掉了。他原来也打过败仗，不是百战百胜吗？不，此一时彼一时啊。丁继煌，我看天目山一战，你被粟裕吓破胆了。魏作最近经常说，闽浙赣剿匪时期，我们尚能够打败共产党。现在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，还有大量的重装备，难道还打不败共产党吗？魏作，大家都想跟您合个影呢。哦，好啊，来吧！来，过来，来，大家都别动了啊！来，好，好。开会是几点钟啊？委员长，中央电台的和平演说是上午9点半，国防部的华东作战讨论会是上午10点半。哎，陈主任，讲话稿拿来没有啊？哦，委座，我带来了。中华民国的国民们，友邦各国朋友、先生、女士们，大家好！抗战胜利扬眉吐气，我国一雪100年国耻，跻身4大强国之列。这个空前伟大的胜利必将永留青史，光照万代。陈主任，这个稿子写得很好啊。委座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向你报告。苏中战场，你是不是已经展开了？委座英明。截止到昨天，我的10万大军已经完全展开。你认为苏中战场有几分把握啊？委座，我不敢过分乐观，但8、9成的胜算还是有的。8、9成的胜算，还说不够乐观？委座，我有充分的根据。第一，我军是12万，而共军只有3万。第二，装备，我们是美械和半美械装备，而共军的武器都是抗战时期缴获的，7长8短。第三，补给，我们是随战随补，海陆空运输，而共军没有后方补给，他们只能自给自筹，以战养战。第四，我们随时可以调动增援部队，而共军的部队都被我们分割在各个战区，在苏中这边，他们根本没有可调动的部队。很好，我就说一句话：苏中一战要速战速决。我们原先的方针是高举和平的旗帜，促请国民党停止内战，重开和谈，走联合建国之路。但是，从最近的情况看，蒋介石已经放手向我发动全面进攻，和平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啊！我们在军事方面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。毛主席中央军委来电，观察近日形势，蒋介石准备大打，恐难挽回。我们苏中解放区与南京一江之隔，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，苏中必首当其冲。我们要按照中央的部署，
迎接最严峻的挑战。要请伯承、小平、陈毅等同志考虑，在全局破裂、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，我山东、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，向南作战。中央的部署是，太行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，集中主力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10几个县城。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，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。而我们华中主力该如何予以配合呢？诸位，我同冈村宁次仔细研究过，我们这次对苏中进行的军事行动，就是采取多路向心的突击战术。也就是说，兵分多路，攻击一点。在欧洲战场上，盟军也曾用过这种战术。我们对苏中采取这种战术，就是要一举占领共产党的控制区。如果首先在苏中地区歼灭敌人4到6个旅，苏中的战略态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。不，我考虑啊，是不是可以这样？现在看来啊，要打破蒋介石的夺鲁向心的攻击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置蒋介石的攻击于不顾，向西发展，在淮南与蒋介石打大仗。你是说把战场转移到淮南一线，外线作战？对，外线作战，把华中野战军的主力调到淮南，在淮南开辟新的战场。外线作战，淮南是敌占区，敌人经营多年，力量强大。苏中是我们的老根据地，地形复杂，物产丰富，群众基础好，是目前最理想的战场。不能到外线作战，不能去淮南。是否应该再把这个想法报告中央呢？哎，司令员，跟我去发报室。军部命令，7月10号前完成兵进淮南的一切准备工作。向军部和陈老总报告，我们一定按时完成准备工作。好，马上给军部回电。我们将按时……等等，先把这份电报发给中央。司令员，这么发？发。是。目前去淮南作战有诸多问题。老总啊，你看看，这个粟裕到底怎么回事情？一面说按时完成兵进淮南的一切准备工作，一面又讲
这么多道道出来。粮食、民工和交通工具都极为困难，而且有可能丢失苏中根据地，造成政治和物质上的巨大损失。如果利用苏中的有利条件，先打几个胜仗，情况就会有所改善。我们替他费了心思，替他着想减轻压力，他却来了一个内线作战，1、2、3，好像他在那里雄姿英发，我们倒成了杞人忧天喽。给他发电报，兵进淮南是中央的战略部署，不能犹豫。司令员，已经是下半夜了。中央的电报很明确，也很坚决，我们就不要再坚持了。主席怕是要发火了。司令员，你见过主席发火吗？我已经有10几年没有见过主席了。您跟主席分手，是在江西苏区吧？1934年秋，抗日先遣队出发前，主席为我送行。我当时牵着马，和主席并肩走了很远。我几次给主席敬礼，劝他别送了，可主席都摇摇头说：“再送送，再送送。”主席说：“你们这一路路途险恶，山高水长，不知再见面要到什么时候了。”主席一边为我牵着马缰绳，让我骑上马，一边说：“一路上能战则战，不能战则走，不要同敌人硬拼。”我说：“主席放心，我走了。”这一晃就是12年。司令员，我们给中央发电报吧。不急，我明天一早去华中分局。什么？你还要再争取内线作战呢？事关全局，责任重大。中央军委毛主席，我们认为，中央目前正在筹划的南进作战部署，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关系重大，必须做到出战必胜。我们反复权衡了在苏中和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，认为目前在苏中作战较为有利。老傅，老傅，苏司令在吗？苏司令去淮安华中分局了。哦，哎，有什么？嗨，我来摸摸底，看看怎么打呀。
苏司令黎明的时候走的，他希望华中分局能够统一意见，再次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再提建议？不，已经提过2次建议了。是啊，下级对上级提出作战建议，最多不能超过3次。哎呀，可是如果再提的话，就已经是3次了。连续3次提同一个建议，那就意味着你必须为这个建议负完全的责任。撤！苏司令，前面有人！谭政委，苏司令，老谭，你好。哎呀，谭政委，你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，我们一边走一边说。好。中央的回电来了没有？来了。怎么说？命令部队原地待命。原地待命？这就说中央没有立即否定我们的意见。中央可能是需要时间再考虑一下。来吧。老苏啊，来了！老苏，谭政委，哎呀，老苏，你来的可真快呀！300多里地，他1个晚上就赶过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事关重大，需要赶紧找同志们商量啊！华中分局的委员们都已经到齐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们现在就开会。赶紧，走，好，来，走，来，走。主席，粟裕跟华中分局的张鼎成、邓子恢和谭震林几个同志发来的联合电文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看过了。事不过3呐。这个粟裕一而再、再而三的，都有点死谏的味道了。啊？我是昨天看了电报，想了一晚，想着想着，心就软了，气也消了。你说粟裕这个人，他图什么呀？不是诚心跟我老毛过不去吧？人家有人家的道理，况且细想想，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他们主张暂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之后，再转去外线。原先我们的战略是和平战略，是逼蒋和谈，但是蒋介石已经把和平的大门彻底关上了，所以我们的战略也要变，变和谈为迎战，要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一切以打胜仗为原则。我仔细研究了华中分局的建议，感觉在内线先打几个胜仗，再转至外线，在政治上就会更为有利啊。他们身处前线，对情况变化更为敏感。那好，我就依了他，但是仗要给他记下。内线作战，仗打好了一笔勾销，打不好，我们算总账。神枪手，快打下来，我们就有肉吃了。哎，林强，算了，让他飞去吧。苏司令这次好像压力很大呀。那当然，这次内线作战，苏司令有点抗上的意思。如果打不好，那就被动了。中央指挥作战，一般都像放风筝一样，我们在天上飞，中央的手里攥着绳子头。这次不一样了。这次是放老鹰，让老鹰自己捕食，自己捕猎。中央这次根据我们的建议，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。我们的建议是对还是错，只能靠我们自己，靠我们自己用战斗的胜利来证明。这么说，还真替苏司令捏把汗呢。是啊，这一仗必须打胜，不然苏中根据地会丢失，也辜负了中央的信任，辜负了毛主席、朱老总、刘政委他们的信任。
莫安老弟啊，委座让我在这里恭候你啊。不敢不敢。这次书中战场就有劳你了。这个汤恩伯怎么临阵退缩了？也不能这么说吧，他有自己的难处啊。汤恩伯打的什么算盘？早不退，晚不退，眼看要打仗了，他这总司令突然跑掉了。表面上的道理呢，是身体出了毛病。打了几十年仗，谁的身体没点毛病啊？实际上，主要是因为陈诚。因为陈诚？哎呀，不是刚刚任命陈诚为总参谋长吗？汤恩伯和陈诚的关系你是知道的。现在我们战场的主攻方向是在苏北，而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这战区司令长官和参谋长配合不好，这仗怎么打呀？胜了难显其功，败了难推其咎啊！临阵换将，兵家大忌，委座怎么不管管他们？是陈诚先同意的，委座就不便反对了嘛。不过任命你是战区总司令，那可是委座亲自提点的哟。我这是仓促上阵呐。哎呀，一会儿见了委座，话不要说得太多。为什么？委座正在兴头上，何必扫他的兴呢？老弟啊，现在我们在苏北大概有40多万人马，有你亲自指挥的就有12、13万，我看问题应该不大。郭长官，我们发起攻击的时间能不能提前几天？我看了情报，共军正在加紧备战，提前发起攻击可以出其不意。这个也不要再说了。进攻的时间是委座亲自定的，不可改变。请。委座。李默安，到。苏北军事由你去负责，你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报告委座，学生已经准备好了。你的司令部设在什么地方？先设在无锡，开战后再移往常州。作战计划看了没有啊？学生已经看了，计划做得很完备，执行起来很方便。你们两个回去和陈诚他们好好商量商量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是。这个苏北战事非同小可，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。几天之后，我们要在全国各地对共军发起全面的进攻，在东北、华北、中原、山东还有陕北各地向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。委座，国防部训战命令已经下发到各战区了。李默安，苏北方向首当其冲啊！苏北是这次剿共的重中之重，只有控制苏北，才能控制全国战局。你明白吗？请委座放心，学生一定竭尽全力。好，3个星期收复苏北，再3个星期结束苏皖会战。是。他们换上了李默安。这是个好消息还是个坏消息？老傅，你说呢？应该不算是好消息吧。这个汤恩伯志大才疏，主要靠吹牛、拍马、拉关系，才爬到了今天的高位。国民党中有人骂他从来没有打过胜仗，但是这个李默安却是黄埔系里出类拔萃的人物。他是黄埔一期毕业，有歌曰：“文有贺中涵，武有胡宗南，又文又武。”李默安，没想到
他还是文武双全呢。这个人相当机敏，在中央苏区的时候，我们交过手。哦。驾！哎，你回来了！回来了。给。来，司令员，这是老傅的儿子，刚从江西千里迢迢赶来的。老傅，你怎么突然蹦出这么个大儿子来啊？我介绍一下，这是苏司令。首长好。这是谭政委。首长好。这是宣传部的高部长。首长好。好。哎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爷。爷。首长，是这样，江西人呐，管爸爸叫爷，怪怪的。老傅参加红军之前啊，是个教书先生，娶了媳妇，生了孩子，长征以后失去联系，一晃10几年了。你看，现在孩子都大了，老傅都高兴坏了。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前一阵子老傅不是去参加军调吗？名字和照片都登在报纸上，他媳妇和儿子正好看见。从江西到这里有2000多里路啊。是啊，一个小孩子，真是不容易啊。这一路走过来，吃了不少苦吧？是啊，吃了不少的苦，钱花光了，还要过饭呢。哎，多大了？啊，满16周岁了。老傅，哎呀，老傅，是你们的，老傅，哎呀，司令员，政委，啊，父啊，哎，大秀才，哎，老傅，哎，你好呀，好，哎，老傅，哎，这孩子，我儿子，让我介绍一下，这是独一旅的刘旅长。哎，刘老财啊，地主老财那个财，别瞎说。这是独二旅的范旅长。范老虎，他是老虎，哎，是敌人的老虎啊！对，首长好。哎，别这么讲啊，在这儿我们可不是首长啊。好，刚刚好。哎，什么刚刚好？刚好能当兵啊！哎，说得对，我要了，到我那儿去吧。哎，刘老财，你跟我这儿捡便宜是不是啊？那怎么了？我们独一旅是什么部队？那是钢铁部队。到了我那儿，全是好钢好铁。哎，不听他的，好了，要去我们独二旅，独二旅吃得好。哎，范老虎啊，你想抢我的人呐？哎，明明是你抢我的人嘛！司令员，政委，你给评评理。政委，你们的事儿啊，我不管，不管吧。我说老傅，这光棍打得挺好，为什么呀？原来有这么大个儿子，要是换了我呀，我也不添那麻烦娶媳妇了。你范老虎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，你当他们的日子是好熬的。你母亲还好吧？啊，还好。他现在在我过去一个学生家里做针线，生活非常艰难，不容易啊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付小虎。哎，小虎，好，这个名字好。你现在是你父亲的小老虎，以后啊，争取做我们野战军的小老虎。哎，他是老虎，你是小虎。对，就到我们那儿去。抄好了吗？还没抄好呢。哎，抄什么呀？我昨天呢，连夜赶出了一个敌情概要，我让他替我抄一遍。这个老妇，快去抄吧，我一会儿要用啊。那各位首长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好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大儿子，小虎读了多少书啊？哎呀，他妈妈也不容易啊，那么困难，还供他读到了初中。哎，那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吧？啊，哎，算。老傅啊，你身体也不好，我看把孩子留在身边算了，当个勤务兵用，还可以帮帮你的忙吧。哎呀，我一个参谋处长，怎么好让首长这么照顾我呀？不行，你负过很多次伤，照顾一点也是应该的。不过这是你的家事，我们就不替你做决定了。哎，好。时间到了，走吧。好，走吧，走。走。上！
探长，走，知道吗？连长，报告连长，营长命令立刻停止训练，等待命令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抓紧时间洗个澡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赶紧煮了吃了。又打仗了！啊！是。同志们，都等等！咱们要打仗了！要打仗了！报告，丁参谋到。快请。是。季黄来了。哦，杜长官好。李长官人还没到，马上就到，请。委座确实在用人方面有过失误，但这次能够用李默安换掉汤恩伯，实在是高明之举啊！李默安机智而且精细，由他对付粟裕，可谓是旗鼓相当啊！是啊，如果能让李长官临机专断，不受牵制，那就更好了。那他不大容易做到啊。其实啊，说难也难，说容易也容易。打仗的时候，把苏北跟南京之间的有线电话和无线通讯全都切断，不就做到了？也就你老弟敢开这种玩笑。党国的事难办呐。报告，李长官到了。哦。李长官，杜长官，好，季华，李长官好，到得好快啊！空军周总司令给我配了一架小飞机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是那种双排座的教练机，太小了吧？嗨，小是小了点儿，不过方便得很，几百里地，一个早操的功夫就到了。请。季华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也没忙什么。正好，我有个事儿求你。能不能到我那儿去帮2天忙啊？李长官，你应该知道的，很多长官都嫌我的话刺耳。我不会，不管你说的对与不对，我保证洗耳恭听。李长官，这是礼贤下士啊！你不知道，汤恩伯给我留下的司令部，做事的少，混事的多，干才就更少了。像季黄这样的共军问题专家，一个都没有。说起共军来呀，简直是两眼一抹黑。也好，季黄，反正你一时在南京也没有多少事，那就到李长官那里帮几天忙吧。怎么样，季黄？行，恭敬不如从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请。好，请。光挺，季华，依你们看，粟裕会怎么打？老同学，我这次专程赶到南京来，就是向你们几个求教的。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？共军的战术就是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，还有就是诱敌深入，后发制人，先消灭弱敌，孤立强敌。这些办法确实很厉害，这些年我们吃了不少亏呀。共军的兵力少，只能采用集中优势兵力的方法。现在在兵力上，我们占有绝对优势，我们无需集中，已经是优势兵力了。可是整体的优势不等于局部的优势。共军作战的诀窍就在于不跟我们去硬碰硬，而是绕来绕去，跳来跳去，睁大眼睛盯着你。一旦发现破绽，他就会抓住机会猛扑上去，集中全力狠咬一口，然后掉头就走。但是这一次他再想这么干，恐怕就难了。你们看，我的4路人马靠得都很近，
相互之间完全可以互相掩护、互相照应。我让他粟裕没地方下嘴。我看很好。只要四路部队保持相互声援、相互照应，做到四路一体，粟裕就会一筹莫展。此时此刻，不知道粟裕在想什么。依你看，粟裕要展开反击，会先打我哪一路呢？他们的原则是先打弱地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们没有弱旅。整编49师这一路是不是稍弱了一些？不，首战不打整编49师。司令员，不能打整编49师。司令员，四中队刚刚截获的情报，敌人的各个攻击部队已经全部在各个攻击地部署完毕了。好。83师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司令员，谢永清回来了。小谢回来了，人呢？啊，刚到，在门口洗脸呢。哎呀，洗什么脸呀？小谢，小谢，来，快进来。首长，进去没有？进去了。悬崖铺里面的情况怎么样？我在里边转了好几个钟头，还买了1碗馄饨吃。你看看，里边现在全都是国民党兵，一点都没有打仗的样子。我吃馄饨的时候，来了个少校坐在我旁边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是不是要打仗啊？您猜他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说，打个球啊！就苏北那几个共产党有甚好打的？大军一到，望风而逃。好，说得好。还有什么情况？后来呀，我又去买了2个肉包子吃。你怎么净吃啊？咱们这儿哪有这些好吃的？我是逮着了还不吃个够吗？这个包子铺啊，是一个团长的小舅子开的，到这儿来吃的全都是那个团的。他们说这是团长指定的，要吃包子就得吃这家包子铺的。好啊。看来这个团长还挺会做生意啊。辛苦了，接着洗脸去吧。等洗干净了，一会儿我还找你。是。老傅。司令员，你怎么想？司令员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再好好的想一想。这一仗必须打胜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。哎，老傅，司令员下决心没有？我这都等半天了。应该快了吧？哦，有方向了吗？先打谁呀？你们部队准备了多少炸药包呀？每个连队50个以上。哎，是不是要攻城啊？哎，我说老范，我有个事儿想拜托你。嗨，跟你客气什么呀？说。我想让小虎到你们旅去。老傅，我就准知道你得把小虎放到我那儿去。独2旅吃得好啊。行，来吧，来给我当个文书。我正好缺个人抄抄文件什么的。哎，不，让他到连队去。连队？哪个连队啊？警卫连吧？王大华那个连吧，怎么样？王大华那个连，尖刀连呐？对，尖刀连。老傅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跟你开玩笑吗？老傅，尖刀连意味着什么？你我可都清楚。你真的不担心吗？不要让别人知道小虎是我的儿子。你的心可真够硬的，真不担心呐？爷，你说，如果国民党10几万大军一路进攻，直接插进我们苏中根据地，我们守得住吗？守不住。我们守不住，那苏中根据地岂不是落到敌人手里了？可以这么说吧，那只是暂时的放弃。哦，好了，爷，盖好了。盖好了。
正合适。不错啊，小伙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名战士了。那我做些什么啊？你到都二旅的1团3连去当战士。爷，我为什么去那儿啊？那是我们野战军最优秀的连队之一，号称尖刀连，战功赫赫。连长王大华是著名的战斗英雄，打仗勇敢，作风正派。处长。啊，李参谋，有什么事儿？哦，谭政委请您过去一趟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两位首长还没有休息啊？哦，老傅啊，哎，你怎么把小虎送到王大华的连队去了？当然应该送到王大华的连队，那是我们野战军最好的连队。哎，会不会有点担心呢？不担心。说不担心那是假话。但是可以理解。送他到尖刀连，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你放心，过几天我去看看那个小家伙。谢谢首长。报告。进来。首长。哎，小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父亲呢？哦，谭政委找他。首长，他让我交给您。哎，小虎啊，这身军装穿得很合身嘛。本来大了，我爸自己动手帮我改小了。手艺不错。这鞋怎么都开口了？该换一双了。哦，我爸有一双，可是我穿大了。等着，刘贤啊！哎，首长，去把我那双新胶鞋拿来。哦，好。哎，小伙，你看，咱俩脚差不多大，我那双鞋你应该能穿。首长，我怎么能要您的东西啊？哎，这革命家庭吃的是一锅饭，不分你我。首长，来给我鞋。来，坐这儿，坐。我自己来。这穿鞋一定要合脚，不然这脚就要遭罪了。咱们行军打仗就靠这双脚了。哎，还不错嘛，挺合脚的。这双鞋是他们从上海带过来的，南洋胶皮，比布鞋可结实多了。这双鞋呀，起码能穿上半年。来，走2步我看看。好。感觉怎么样？真好，真舒服。我从没穿过这么好的鞋。这孩子。行了，回去吧，告诉你父亲9点钟开会。是，是。好，去吧。哎，来，叫我看看，不错嘛。走。现在宣布命令：此一攻击发起时间7月13日凌晨。是。这个攻击发起时间是委座亲自制定的，这牵扯到政治、军事各个方面。各个部队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做好一切战斗准备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们是没问题。要我说，我们已经准备得太久了。不就是2、3万共军吗？何必要小心翼翼、唯唯诺诺，找这么慢慢腾腾的打法？全国100万的共军，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打完？李师长，不可轻敌。抗战之前，在闽浙，我同红军多次交手，他们的部队战斗能力还是很强的，而且很善于发动老百姓。我们大家一定要力求稳扎稳打，不可麻痹大意。总座，我有个问题，请讲。我需要情报。情报2天1次不都给你们了吗？你们给的那些情报，
连报纸的消息都不准。那没办法，就那么多，全都给你们了。你们的情报部门真是吃干饭的，没有准确的情报，这个仗你让我怎么打？好了，不要说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加强空中侦察。是。作战开始后，各部队注意，互相通声气儿。此次战役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密切配合，共同努力，绝不能辜负委座的信任。是。同志们，这次我们先打整编第83师，首战攻击的目标就是这个第83师驻守的宣家铺和泰兴。同志们，整编第83师在4路敌军中是最强的一路。下面请傅启平同志介绍一下83师的情况。同志们，整编第83师是著名的第100军，是国民党军的嫡系，一直是王耀武部队的基础，完全是美械装备，曾经入缅作战，战功赫赫。虽然是师的架子，但师的下面是旅，旅下面还有团，所以实力啊，仍然相当于过去的一个军。同志们，虽然他是最强的一路，但是他骄横轻敌，这是他的致命弱点。首先打整编第83师，这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啊。师长李天霞，黄埔出身呐，作战顽强，深受蒋介石器重。粟裕会不会有些轻敌呀？泰兴和宣家铺只有敌人的2个团，我们现在一共有18个团，除了留6个团在两翼担任牵制、监视敌人的任务外，其他12个团全部集中起来打他这2个团。敌人现在用12万打我们3万，是4个打1个，欺负我们人少。我们现在用12个团打他2个团，是6个打1个。哎，我们也欺负他们。陶勇，到。你们第1师用6个团打太平敌人的1个团。王必成，到。你们第6师也用6个团打全家铺敌人的1个团。这个仗应该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粟裕的理由是啊，第一，整编83师以泰兴和宣家铺为攻击出发点，这里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，我们有很好的群众基础，而且他们才到达不久，没有多少攻势。第二，他骄傲轻敌，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这样反而好打。第三，首战强敌，肯定出敌意料。第四，同国民党主力部队交手，试探他的底细，是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。粟裕的这些理由啊，都可以自圆其说。马上回电，同意他们的作战方案。攻击发起时间7月13日清晨，各部队必须在此时间前完成一切准备，进入战斗位置。是。我再强调一点，我们只有3天时间，3天之内必须打掉敌人的这2个团，否则敌人会从4面8方扑到我们的面前。到了部队啊，要和同志们搞好团结啊，还要勤快。哎，行军的时候啊，不要掉队了。哎，要喝井里的水，不要喝野地里的水，喝野地里的水啊，容易生病。哎，打仗的时候呢，不仅要勇敢顽强，还要注意隐蔽。你笑什么？爷，我知道了。来。好了，去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前面就是大王庄，过了大王庄向左拐，就是小李庄。你们连队就在那儿，连长叫王大华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快去吧，你们连队啊马上要行动了。爷，那我走了。去吧。
就你们2个班冲得慢，为什么呀？哦，这平时训练就不当回事儿，打起仗来，同志啊，你好，为什么呀？你们说说。请问3连驻地在哪儿？就这儿。去呀！好，谢谢啊。你好，请问3连驻地在这儿吗？是啊，找谁啊？哦，我找王大华连长。我就是啊。来来，进来进来。啊。什么事儿？连长好，纵队首长让我过来报道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说是给咱分了一个新兵是吧？挺好。哎，你坐，你坐，歇会儿，坐，擦擦汗。啊，过来过来，把包卸来，你不热呀？小陈，到，来来，倒杯水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？哦，就我一个。哦，哎，听口音，你不像是苏北人啊，哪人啊？我是江西人。江西。江西过来的，遭灾了。啊，谢谢啊。逃难过来的。哎，江西在哪儿啊？在长江那边，远着呢。哦，江西。对了，连长，我干什么呀？你多大了？我16。这是咱们连指导员。指导员好。好。哎，给咱分了一新兵。哦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付小虎。付小虎，小虎。你看连长，给他分在几班啊？放在8班吧。8班正好缺一个爆破手。我看这小伙子挺机灵，当爆破手啊最合适了。会打仗吗？学过一点。那射击和投弹学过没有？学过一点。刺杀呢？学过一点。战术呢？学过一点。爆破学过没有？这个没学过。没学过也没关系，其实也没啥可学的。到了战场呢，你就看我。咱们部队啊，没炮，遇到坚固的目标，就得靠爆破手往上送炸药。这爆破手千万不能怕死，只要你不怕死，这个爆破手你肯定当得好。是。这一仗一定要打出我们的气势，打出威风来。现在呀，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只要按照我们的计划去打，万无一失，必胜无疑。总座，这回啊，你就等着到南京去领勋章吧！啊！季华，你看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粟裕在做什么呢？你想说什么？粟裕会坐以待毙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总座，能不能再派人到工区去，再侦查一次？后天就要发动了，今天还要去侦查，恐怕没什么价值了吧？不，有价值。前几天咱们派出去10几个人，可才回来2个。派精明点的，再去一次，快去快回。去，快去安排。是。总座，能不能让我借用一下你的飞机？你想亲自到工区看看？凭我的直觉，粟裕在策划新的阴谋。季华，你说的我毛骨悚然呐。去，准备飞机。是。处长。司令员。啊。李默安决定13号发起攻击，这不和我们发起攻击的时间刚好一样吗？是啊，撞到一块儿了。怎么这么巧？
他的部队一发动起来，泰兴和宣家铺的态势就会乱，这仗就不好打了。我们的作战方案又得变。有什么办法能拖到几天吗？我们需要2天。2天？对，我们需要2天。哎呀，这得好好琢磨一下。首长，首长，要不要防空？听声音还没有苍蝇大，不理他。他就在下面，他肯定就在下面。但是他在干什么呢？他正在筹划什么行动？他会如何来摆脱目前的危机呢？有一个办法，司令员，什么办法？如果我们把李默安这个作战计划公布出去。公布出去？对。我预料，咱们把李默安这个作战计划公布出去，一定会使敌人受到极大的震动，迫使他拿出一定的时间来理清头绪。政委，能不能请正在古董区的我党代表团配合一下？我马上给中央发电报。万一敌人调整战略部署呢？按照他们的既定战术，部署已无调整的可能。如果敌人照打不误呢？我看不会。蒋介石生性多疑，政治方面也会有所牵制。命令：攻击时间由13日清晨提前到13日凌晨，各参战部队12日天黑之后必须进入指定位置，部署完毕，确保13日凌晨发起攻击。